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大雄和蓝胖子颤抖着躲在被窝里，可突然一道光落下，外星人闪亮登场，哐哐就是一顿砸门，还蹩脚地喊着：大雄君，我要跟你做朋友。那么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？可见学霸向大雄等人分享了偶然捡到一封用气球送来的信件后，不仅和对方成为笔友，还参加了宇宙研究会和宇航员交朋友的经历。大家听了之后，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呐！在胖虎的提议下，大家如法炮制，在小夫家的院子里放飞了自己的信，一个又一个猛飞出了天窗。胖虎希望收到信的是个小萝莉，萝莉控嘴脸暴露无遗。静香幻想能被一个外国王子捡到，虽然小夫很不识趣地说了一嘴这气球飞不了多远，但人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呢？次日，小夫第一个收到了回信，而且还是妹子的，但他却一脸便秘的表情。原来捡到信的是邻居家啥也不懂的幼儿园小屁孩。胖虎张开大嘴仰天大笑，可4天后他就笑不出来了。给胖虎回信的是一位老师，无情的用红笔盯上了胖虎那封错字连篇的信件，甚至打上了分数30分。大雄忍不住笑出了声，胖虎一个眼刀，大雄险些憋出内伤。又过了1周，大雄和蓝胖子听到了这样一条晚间新闻：小斯坦因公国的皇太子给一位日本女孩回信了。两人一看电视，这不就是静香吗？你说巧不巧，这个王子恰好来访日，静香的信恰好掉到了迎宾馆的院子里，这至少透支了一张500万彩票的运气吧。大雄哭了，眼看着老婆跟王子有缘千里来相会，自己的信仰却不知道在哪嘎的，搞不好真像胖虎和小夫说的掉臭水沟里了，或者写得太烂，别人根本看不懂。以大雄的运气和智商来说，的确很有可能。胖虎和小夫刺耳的嘲笑声把大雄的心戳出了比筛子还多的窟窿，他哭喊着跑回家。蓝胖子看到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样子，心软了，拿出了长距离气球送信控制器。有了这个控制器，就能实时监控并控制气球的路线，想把信寄给谁就寄给谁。但大雄对自己的写信水平还是有点 AC 数的，向蓝胖子要来了模范信笔，写下了一封字迹端正、语言优美、情感真挚，总之横竖都不是大雄本人的水平能写出来的信。带着这封信的气球首先飞向了体育场，知名棒球手板丸正在打比赛，眼看就要有机会和球星交上朋友了。只见他一记漂亮的挥棒，棒球把气球撞得像个2踢饺子一样旋转升天。好一个本垒打！大雄改了主意，决定把信送给爱豆陆小姐姐，幻想着在一大群可爱偶像面前翻牌子的场景。大雄笑得一脸荡漾，把蓝胖子都整无语了。气球在操控下飞向音乐舞台，就在妹子注意到他的时候，气球突然被抓住了。蓝胖子赶紧旋转镜头，出现在眼前的赫然是一个脸大到溢出屏幕的眯眯眼大叔。气球在蓝胖子和大雄的尖叫声中逃离了大叔的魔爪。气急败坏的大雄表示，这封信必须得是一个人上人捡到才有意义。蓝胖子一想，川建国总统不是来访日了吗？于是气球飞向了总统下榻之处。这种地方的保镖可不是吃素的，他们误以为气球是炸弹，一波突突突，逼得蓝胖子操纵气球逃走了。大雄还是不甘心，一屁股撞开了蓝胖子，自己操纵气球飞向了海外。在海平面上飞行的气球突然被什么东西抓住了，随即失去了控制。两人通过摄像头看到的最后画面，居然是一个乘着 UFO 飞走的外星人。半夜 UFO 伴随着圣光飞到了大雄家，拿走信的外星人一边敲门一边用空灵的声音吟唱着晚上好朋友，还怪有礼貌的。蓝胖子和大雄瑟瑟发抖，看到被吵醒的妈妈前去开门，二人奋不顾身地冲上去阻止他。后续的故事就要靠你脑补了。那么如果当初大雄的信件被川建国同志拿到的话，建国同志会如何在社交平台回复大雄呢？评论区来讨论一下吧。